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一季前情提要。5年的炼狱之旅让奥利弗从一个花花公子成为了治安维持者。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，奥利弗化身兜帽男，惩治那些辜负了城市的人，最终查出了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幕后黑手马尔科姆。黑剑与绿剑，利益与恩怨。奥利弗战胜了马尔科姆，而整个贫民区被彻底摧毁。与之牺牲的还有奥利弗从小到大最亲的兄弟汤米，也是马尔科姆的独子。自从决战过后，奥利弗卸甲归田，重新回到了炼狱岛，不再执念于名单清除计划。可星城的罪犯们依旧活跃。迪哥带着菲利西蒂亲自登岛，请奥利弗出山守护这座城市。炼狱岛上危机四伏，两人初来乍到，直接踩上地雷。奥利弗一招猿人荡树，帮他们化解了危机。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待在当年赫斯莱德小东居住的飞机里。队友们横跨半个地球请他出山，奥利弗还是不为所动。汤米以及无数人的牺牲，都是因为兜帽男没有阻止马尔科姆。这种被人虐到骨子里的耻辱感，奥利弗不想经历第二次。可现在需要奥利弗的不是那些受害百姓，而是他的家人。莫伊拉因为参与组织的恐怖计划被捕入狱，家里只剩一个小妹妹西亚顶着所有舆论。奎因集团也将被恶意收购，斯戴摩尔集团会把收购的集团洗劫一空。不但这个世家会彻底灭亡，旗下3万多员工也会失去工作。为了家人，奥利弗回归星城，贫民区已是一片残骸。现在最大的对手就是斯戴摩尔的副总裁伊丽莎白。西亚每天的日常就是跟罗伊吵架。自从贫民区遇难之后，罗伊更加疯狂地打击坏蛋，守护贫民区最后一片宁静。虽然经常被揍，但他没有畏惧，特别是兜帽男消失的这几个月，城市里需要一点希望。而且西亚一直不想去监狱探望老妈，莫伊拉干出这种事儿，他觉得丢脸。2个新闻成为近期焦点：星辰实验室即将打造粒子加速器，亿万富翁奥利弗重返星城。城市里出现了一批兜帽男低配模仿者，同样是打着你辜负了这个城市的口号，自称兜帽帮，干掉了新任市长。在场的 Laura 也险些丧命，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调查。1年前，昆汀因为私自帮助兜帽男被停职，复职后被降级成为了普通警员，甚至连调查案件的资格都没有。听说这件事后，奥利弗特意赶过来看看 Laura 的情况。汤米出事之后， Laura 一直在后悔自己的决定。时光不能倒流，起码在他们这里不能。Laura 和奥利弗的感情永远回不到从前。星城这个烂摊子，奥利弗也不想再管了，还是想办法保住自己家公司为好。兜帽帮他期待从新闻上看到自己的作品，结果各大媒体的焦点一直放在奥利弗浪子回头上面。贫民区的事件让他们失去了家园，而现在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来了，干掉奥利弗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奥利弗这会儿忙着解决公司问题，伊丽莎白这人明摆着趁火打劫。碍于奥利弗当年在大学主修的是逃学，他没有任何经验或者手段管理公司，唯一的优势是奥利弗手中握有奎因集团45%的股份，而伊丽莎白同样拥有45%，这意味着双方谁先拿下剩下的10%，才有资格接管公司。奥利弗个人没有任何存款，想买下剩下的10%几乎不可能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兜帽帮便闯进大楼，迪哥立刻掏枪反击。奥利弗送走伊丽莎白后，转身拉着菲利西蒂撞破玻璃，在几十米高空上演杂技。警方对兜帽帮也是束手无策，现在他们盯上了自己。奥利弗还是选择忍让。兜帽男的出现意味着会有更多牺牲。当初的奥利弗只在乎名单，根本不在乎人员伤亡。自从汤米出事后，他开始怀疑兜帽男存在的意义。自己从小到大的兄弟得知自己身份后，第一反应是奥利弗，你是个杀人犯。也许他临终前都这么想，如果自己再继续杀戮，泉下的汤米一定会失望。为了挽救公司，奥利弗主动到监狱里见老妈。莫伊拉当初良心发现，也许挽救了很多生命，但在组织里害过的人也不少，不仅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，还失去了女儿的所有信任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莫伊拉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，这是个家族企业，自然需要家族的人插手。现在最大的救星便是沃特。夜幕降临，奥利弗的夜店已经由西亚全权接管。既然是奎因家族的产业，就早晚会被兜帽帮顶上。所有人都在枪口下选择妥协，只有罗伊站出来和歹徒斗智斗勇。搏斗中，一名兜帽帮的成员掉落了假手，其他成员迅速挟持了西亚。即便罗伊手持满派 M4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警方迟迟赶来，奥利弗知道妹妹被绑架之后，瞬间暴怒，直奔地堡。这段时间，伙伴们已经把地堡彻底翻新，让这里更像是一个作战室。对方其中一个人的手掌缺失了一部分，很大可能有过服役经验。顺着线索，菲利西蒂调查了全市所有医院的相关病例，找到了一位与之匹配的男人。
而他的手就是在去年平民大地震中丧失的。男人的妻子却死在了废墟中。他和其他4个人在教堂里组建了援助团，专门帮助贫民区里活下来的家庭，背地里摇身变成兜帽帮，劫富济贫。费利西蒂准备了一份回归礼物，一把崭新出厂的复合弓。为了妹妹，奥利弗只能重新披上兜帽。兜帽男空降教堂，兜帽帮们瞬间乱了阵脚，被奥利弗逐一击破。男人用西亚的生命威胁奥利弗，而奥利弗这次没有下杀手，射中对方肩膀后将其拉了上来，把4名犯人打包交到了昆汀手里，而且是4个活人。不再杀人是奥利弗对已故汤米的承诺。西亚因为上一辈人的罪孽经历了一场生死，这一场劫难却让他知道了老妈的不容易。而公司这边，伊丽莎白已经买到了5%的股份，总计50%的股份掌控了奎因集团。在他眼里，奥利弗已经输了，但他忘了奎因集团是个家族。沃特虽然不再为奎因集团做事，但凭借他的实力，很快坐上了星城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宝座。他的到来为奥利弗提供了大量融资，如今2个人是50对50，共享奎因集团，起码是保住了家族企业。这不禁让奥利弗想起了小东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中国古话：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罗伊赶去找西亚的路上，碰上一群小混混正欺负一个女孩。罗伊路见不平，上去一挑3，对方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还没来得及出手，一个黑影赶到，一头金发，手持2把棍子，瞬间打翻3个混混，消失在了罗伊面前。而奥利弗这边已经下定决心，不再依靠杀戮，也不再执着名单，他要成为守护星城的剑。钱纳威的3合会卷土重来，罗伊受神秘女人和兜帽男的影响，每天就想着出去行侠仗义，这次直接被警方抓了，还把曾经救过他的绿箭染成了红箭。如今罗罗成为了检察官，曾经他也盲目崇拜过兜帽男，可汤米的死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需要法律守护。罗伊一直认为有很多人在默默守护这个城市，不仅仅是兜帽男，还有之前见到的神秘女人。兄妹俩第一时间带走了罗伊。奥利弗试图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劝小舅子放弃，只可惜罗伊根本不听。在他眼里，奥利弗就是个有钱的老铁，根本不管他们穷人的生活，甚至前几天贫民区的救济品被抢的事都不知道。这倒是给奥利弗提了个醒，立马带着迪哥去贫民区谨慎的医院视察。星城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腐败，布拉德就是一个相当正直的议员，他一心为贫民区的百姓服务，自然是不把奥利弗这种富家子弟放在眼里啊。说白了，现在全市都认为是奎因家族害的贫民区，地震机也是奎因科技参与制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奥利弗任何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，他只能对媒体保证自己会尽全力帮助贫民区。为了隐藏秘密身份，奥利弗私自把费利西蒂调到自己办公室，完全不顾他的想法，让一个顶级 IT 妹变成了秘书。费利西蒂愤愤不平，完全没有想到人家迪哥白天也只是当个司机侠。费利西蒂调查了劫持救济品的线索，今晚还会往贫民区输送一批物资，能不能撬开劫犯的嘴，还得看兜帽男的本事了。这次钱纳维有所准备，请了一名善用钢爪的杀手。奥利弗的远程攻击对他没有任何效果，两人转近战，坚持没多久，罗若带领警方就赶到现场，乱枪扫射之下，奥利弗小腿中弹，只能撤离。白天身为奥利弗也挽救不了城市，晚上当兜帽男还是没有好结果，这日子太难了。西亚这边把哥哥送给自己的箭牌给了洛伊，他也知道自己劝不了男朋友，只能让他拿着箭牌，期待每天都能平安归来。隔天一早，奥利弗请布拉德来到奎因集团，他希望能跟布拉德联手拯救贫民区，让奎因集团重新获得百姓的信赖。为了表达诚意，奥利弗将在今晚邀请所有政商的朋友聚在一起，一同为贫民区出力。在此之前，便以兜帽男的身份找到了 Laura。 现在 Laura 对兜帽男有了偏见，地震当晚，他看到了兜帽男冲进火海，却没看到他救出汤米。在百姓们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居然忙着跟马尔科姆单挑。从那天起， Laura 对兜帽男失去了信心，发誓用法律惩治兜帽男。晚上聚会准时开始， Laura 跟布拉德等人准时到场。奥利弗刚下电梯就接到费利西蒂的电话，顾不得宴会，直接奔向了现场，因为救济品又被抢了。在奥利弗为了百姓刀尖舔血的时候，其他人却只看到了他没有参加宴会，对奎因集团彻底失望。就连布拉德也决定不再相信奥利弗。为了不让奥利弗吃亏，迪哥戴着面罩赶来帮忙，他的首要目标是把补给品安全送走，而奥利弗还在跟钢爪决斗。这次长了记性，在剑上增加了电疗 buff， 专治各种骚操作。迪哥这边本以为一切顺利，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钱纳维，好在奥利弗及时赶到，将其制服。今晚没有任何人伤亡，哪怕是这帮罪犯，但这并不影响奥利弗失信于众。
世人为他扣上了虚伪的称号。老是从妹妹那里听到了罗伊屡教不改，这次兜帽男亲自找上了他，反正劝说也没个卵用，不如让他成为自己在贫民区的眼线，只负责勘察，其他交给自己，也算是替妹妹解决了一个心事。奥利弗再次找上 Laura， 本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杀人犯，却没想到这是 Laura 提前布下的陷阱，一瞬间数十名特警将兜帽男围堵。这次奥利弗插翅难逃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